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以及咱们现场的媒体老师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大东。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到了美丽的阿克苏，今天我们将在这儿进行一场硬核的发动机拆解的直播。那拆的是什么发动机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啊，也非常想知道的，咱们征战环塔的这个 2.0T 原厂的原汁原味的鲲鹏动力发动机。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对。那么今天其实一同来到现场的还有3位老师来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嘞，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骑士汽车张琪。大家好，看过环塔的、关注过环塔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应该很多人认识我，我是奇瑞赛车队车队长，我叫陶鹏飞。大家好，我是奇瑞汽车王伟。哎，王老师的自我介绍非常的简洁，但是他其实就是我们身后这一台战车环塔战车鲲鹏动力 2.0T 发动机的研发总工程师王伟老师。是的，非常厉害啊！那其实提到环塔，昨天咱们的2016年的环塔刚刚完赛。其实我每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经常能够发现很多网友特别关心咱们汽车啊，也提出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质疑。哎，是哪些质疑呢？首先咱们张旭老师来给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质疑。哎，你在网上看一看，有网友说，哎，你这环塔的这个拉力赛，它是不是真的 2.0T 啊？它是不是真的这个4缸机去这个占这个大 V8 呀？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咱们的 2.0T 是不是没有改装过的呀？对。第三个问题呢，你是不是所有都用的 2.0T 呀？对吧？是啊，所以说就大家非常的关心咱们的整个的汽车啊。哎，那今天咱们这场硬核的发动机拆解直播，就是为了来帮助大家去解答这3个疑问的。啊，那其实也非常期待今天的整个的直播的过程啊。是。那么咱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有请咱们的陶队来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发动机拆解的步骤到底有哪几步。是的，大家好，我们这台鲲鹏动力的 2.0T 的赛车，我们今天准备拆的是152号赛车，而且这台152号赛车呢拿了好几个金头盔。对。这台车我们准备现在已经在开始拆了。拆解的同时呢，我们先把电路、把油路先剥离开，剥离开过以后呢，我们准备把发动机抬下来过以后，我们做全部肢解。这个肢解呢，我们会把上面缸盖拿掉，把下边的曲轴掏出来，然后把我们的整个活塞、缸头全拿出来，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台车经过上万公里的比赛，它的磨损情况，而且呢，它的大小瓦来跟大家一块儿来见证一下，经过那么多赛程的历练，有没有大的磨损？对，非常硬核。对，非常硬核。那其实我觉得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应该现在就特别想看。哎，我们整个的一个拆解的还没拆解啊，在准备把这个发动机拿到咱们台上的这个过程，不然咱们去给网友看一下。好，对，来看一眼，咱们去看一眼啊。对，好，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可以能掏出来了吧？哇塞！还差变速箱，从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分离，马上就要做分离了。还差这么一丢丢啊，别着急。现在我们的3个技师都在开始紧张密鼓的把它这个俩赶快分离，分离过以后，我们装在台架上，就能跟大家来详细的分解这台发动机。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要注意到这上面的我们的风签一直没动，到目前为止这个风签还没动呢啊。我想是啥吧，把发动机拿掉过以后，我亲自来剪断这个风签。如果不剪断这个风签呢，这台发动机的缸盖和它的气门池槽盖是分离不了的。哦，想把它拆解，第一件事就要先把这个风签对给剪断，对，不然是大家都看过那个《飞驰人生1》里面，对，是的，那个哥们儿找不到风签了，到最后成绩都没了。是这样的，这个风签如果你要在中间把它拿掉的话说，可以告诉你，你的整个成绩就是可以归零了，你就不要想你有成绩了。看看我们每一台赛车，我们风签还都在上面，不光这一台，那边2台的风签全部都在上面。我们全程跑完这个比赛，发动机没有动过任何一颗螺丝。这个风签的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原汁原味的鲲鹏动力。哎呀，其实咱们就是主打一个真实啊！您见过在哪个直播间咱们现场给大家拆发动机的，还是上过咱们的环塔的发动机的？战车发动机没有直播间敢把自己的赛车原汁原味的拆出来给大家来分享。对，我们应该是
第一家，第一家，头一家，是的。所以今天大家来到咱直播间的都有福了啊，对一起来见证一下咱们这个原厂的发动机啊到底长什么样。对。那陶队，我们今天这个发动机到时候拿掉之后啊，具体会给咱们的网友们去看哪些东西？全部打散完以后，跟大家来看到我们的整个一个配气系统，让大家看看是不是原装。我们整个一套的里边的像活塞、连杆、我们的大小瓦、我们的曲轴是不是原厂？我们随时可以掏出来，让大家拍完照片详细的来对比、来分析，让看着是不是原汁原味。而且旁边我们就有一个原厂的这个量产车的发动机，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待会儿自己可以做一对比。对啊，那其实呢，我们掏出来了吗？现在其实已经是在准备吊装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对，马上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啊，它的庐山真面目将会呈现在大家眼前了啊，大家可以这个共同期待一下啊，共同期待一下。那其实我们整个的发动机啊，能够经历赛场的检验，其实离不开咱们背后的工作人员的这个，我们特别是像咱王工啊，技术人员的支持啊。那其实我们在研究这个发动机的时候，咱王工能不能说一说哪些技术咱们攻克了，哪些技术上面的难关？掉好，很好，很好。哎呦，这我已经开始准备掉出来了啊！对，非常真实啊，非常真实，非常真实，完全是一刀不剪，非常真实的，一刀不剪啊！你看，对，就把这东西从赛车里面拆出来，有点挑战跟压力的。那张旭老师，我们先到我们的正前方，再跟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再来这个聊聊咱们的销量，好不好？好的，好。是这样的，迄今为止，我们的奇瑞汽车已经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销售和服务的业务，全球累计销量超过了1900多万台，其中瑞虎家族产品更是超过了702万台。对的，在这702万台当中啊，我们诞生了4款累计销量过100万的爆款车型，它们分别是瑞虎3，全球累计销量过161万台。瑞虎5全球累计销量过185万台，瑞虎7全球累计销量过177万台，瑞虎8全球累计销量过157万台。其实咱每年的这个销量啊，都在这个稳步的往上推进。是的啊，尤其是全球用户的热爱。对，其实感谢大家认可，就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这个不断的去努力啊，争取创造更好的一些产品给到大家。是的啊，那其实尤其是今天的这个主角瑞虎8，从它诞生以来，2019年到2025年获得了5届环塔拉力赛的冠军啊，全球累计获得了41项汽车赛事的冠军。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跑环塔拉力赛呢？因为我们要在严苛的赛道当中啊，去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量产民用发动机的持续开发当中，赛级民用带来的将是全面升维的产品体验。真正的冠军啊，永远在努力超越昨天的自己。2026年，也就是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全行业都不可思议的挑战。我们在今年的环塔拉力赛当中，全部的虎8战车将保持 2.0T 4缸原厂鲲鹏动力，来挑战 T1.1 组。一众改装的大 V8，这个呀其实不是作秀，而是源于我们早已规划好的奇瑞赛测计划。王老师，咱们的王工对来做一个王工给我们分享一下。对，汽车环境测试具有高温、高寒、高原3高测试。我们奇瑞呢最近增加了第4大测试项目，那就是赛测。今年的环塔。17天7500公里的极限高强度比赛，相当于民用车完成了150万公里。对于我们这个厂家来说，其实这个活动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全工况、可靠耐久这个测试验证啊。对。然后对于大家看得到的是陶队带领的300多号的这个赛车队，还有这个后勤保障团队，看不到的呢，是我们厂家为这个活动其实也增加了100多号这个发动机研发的工程师，标定工程师，还有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数据分析专家。引入了 AI 的力量，人工智能的力量，所以场上场下皆是冠军。
那本次呢 2.0T 原厂鲲鹏动力发动机在正面对战大 V8的过程中啊，我们获得了一系列宝贵的数据和场景案例，相对我们在明年推出了高性能新燃油发动机的成熟和完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哪些方面，咱们的王工也可以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补充一下啊？对。比如说，那我来吧，我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我有5个问题准备好了，问一下王工。那其实，在5个问题回答之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咱们的整个的一个发动机的进度怎么样？那可以啊，看一下。行不行？我们再来看一眼啊，再看一眼。它已经这会儿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对对，朋友们来看一下啊。发动机啊，哇塞，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出来了。我们正在进行。我们借的这个潜艇缺油，对，抬起来，对，抬起来，对，使劲。哇，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发动机的分量很重啊。对，行。这是正儿八经这个征战过环塔的，我们叫做功勋发动机、功勋战绩啊，都是。对，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征战环塔的2.0T 鲲鹏动力发动机啊，已经拉出来了，马上即将上台了。哇塞，这时刻真的是在直播间里面是基本上看不着的。对，哇，这发动机经历了17天的7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奋战，一个历练啊，现在相当于民用量产车跑了150万公里，在17天内。所以就像刚才王工讲的，就是事实上我们奇瑞是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法，对，是吧？就利用环塔这个赛事啊，去进行密集的高强度、高可靠性的一个测试。对，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很多的测试，通过很多的验证，包括咱们参加很多的比赛，那么在这些这个严苛的测试环境当中，咱们就是来检验一下我们的量产的发动机是否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呈现。对，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去展现一下我们这台发动机啊，到底是不是跟咱们这个量产的发动机长得一模一样？是啊，稍后等到这个发动机固定在台架以后呢，就可以请我们陶队还有王工一起结合现在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点，来看看到底哪些是跟我们上面台架上的真正的这个我们的民用量产车的发动机，它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哎，对，我们可以一一对比一下。比如说我自己看到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红色点火线圈，一点都没改。对。然后现在咱们其实在进行相当于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啊，马上咱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前面的台子上了，大家可以共同见证一下这个时刻啊。那么其实陶队啊，能不能跟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比方说这台发动机，它目前的话，我如果说咱们要去完整把它拆开，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需要哪些步骤？我们如果要把它彻底的打散的话说，应该快的话说，应该在半个小时左右能给它彻底打散。你看看，这是一台全新的发动机，当时装到这个赛车上的。我们当时就是在备件拿了一台发动机就往上一怼了，没有任何的改装，原汁原味的，包括所有的螺丝，没有任何拆过的痕迹。这台车大家完全可以相信，没有任何改装，零改装的一台发动机。很多人在质疑说，我们的发动机是不是换过弹过缸，是不是把马力调得更大？说实话，原汁原味，我们来压榨它动力是靠它原始的这个动力来压榨它的，没有说是把它扩缸了，或者是加大任何的动力了，包括什么锻造的件儿了，没有，这是原汁原味的鲲鹏动力的所有的件儿，没有一颗螺丝是锻造的，对，没有一颗没有任何一个件儿跟原厂不一样的，就是随时可以对照这个我们的瑞虎8的任何一款车拿过来1比1来对照这款发动机。对。其实我们就是在测试它的极限。对，是的。很多朋友说，他说，哎，我开的这 2.0T 为什么没有在赛场之上的这种动力呀？包括还有一些网友他特别好玩啊，他说，哎，为什么我的发动机这个声音跟这个比赛这个声音不一样？声音不一样，给大家解释一下。对，科普一下。我们的排气管呢，我们做了直排。只不过说实话，我们这款赛车呢，确实是没装3元催化，就是一个直排的排气管。第一呢，就是我们车手呢，在换挡的同时，也是经过耳朵来判断发动机的转速，听到发动机的声音的时候，能判断它的转速的时候再加档。这个呢，我们把排气管拿掉呢，是给一个很好的判断。对，确实要是
都是那种很静音的话说，就只有感觉听不到声音，也没有那种刺激的感觉。对，赛车就要有那种轰鸣的马达声音，对，这才是有感觉的。是的，就是那种内燃机的魅力啊。对，其实真的是这样。现在其实大家很多朋友说我很喜欢新能源汽车，当然新能源汽车也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的传统燃油车它就是有这种魅力，对吧？在赛场之上。一脚油门下去，包括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脚油门下去，这种引擎轰鸣的声音，其实就是大家最想的。是啊，真是这样。对，野性，包括那种野性，那种疯狂，那种嘶哑的那种，就是我每一次就是比赛的时候，油门踩到那种快到极限的那种声音的时候，那种快感是每一个人就是那种享受这样一个过程，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对，就是那种血压马上要升高的那种感觉，对，太爽了。因为它也有灵魂，对，就这台发动机它有灵魂，对，也是有灵魂。那结合现在我们镜头能够看的这些角度，陶队跟王工要不要先讲讲？哎，看我们的这个构造，它哪些跟我们上面台架上的发动机它是一模一样的呢？如果咱们镜头老师不能装，我们就直接拆。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儿啊，按照咱陶队话来说，就原汁原味儿的这个咱们的2.0T 鲲鹏动力发动机。对啊，现在就直观的呈现在大家面前了。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发动机好像有点不是特别新啊，为啥呢？它可是一个征战了17天、7500公里环塔的一位勇士了。就觉得它的上面都是伤痕累累的勋章啊。对，朋友们。陶队，我有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改造的话，真的大改的话，我们一般是首先改哪个位置？如果一个发动机大改的话，说就是赛车改造，像有一些就是把它极致的改装。第一，肯定是配气机构要改掉。这个所谓的配气机构呢，就是整个从这儿往上，从缸体往上，配气机构如果改过以后，可以增加它将近100匹。可以轻松做到增加100匹。对，你看我们这是原汁原味的螺丝，没有任何的松动过的痕迹吧？但我们前锋也可以看一下，对，看到前锋就知道了。对。这一台呢就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如果要是把配气改了，能提升很多。不光改配气，还能改很多东西呢。对，像我们的曲轴，连杆，活塞，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下边的滑都可以去改的。不过呢，这台车马上就要掏出来，对，肯定是没有任何改装的。是的，直播见证。有很多去做改装的，他们把活塞锻造，把曲轴锻造，把这个连杆锻造，然后把整个配气重新改制。实际这台发动机如果要按照那种改，它可以做到1000匹，1000多牛。不过呢，我们是啥吧？我们就是遵着原汁原味的感觉来参加这个比赛。不然的话说没有意义的。是的，我们王老师的目的，每一次一比赛结束，他们拿到最终的数据，就是为了研发，把这台发动机以后做到更极致。是的，对，每一次你看来了那么多工程师，我们的目的是啥呢？不还是以赛促研嘛？想把以赛促研，想到最后这台发动机真的怎么能硬刚这些大排量，对吧？对，是的。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刚才我跟王老师我俩一块儿聊天，说啥吧？说我们跟 V8的区别是啥，对吧？对。我俩一直在聊这个4缸和8缸的区别。我们只能是讲啥吧？神话是神话，讲故事是讲故事，只不过呢，实实在在的动力在这摆着呢。4缸跟8缸来比，一旦4缸的优点是啥吧？一旦它转起来，一旦它有了转速，涡轮起来，4缸非常的强大。只不过呢，如果在沙漠里边纯软沙的那种竞技下，你的转速不够高，那个时候 V8 还是比我们的低扭做到是更强大的。对，这个呢，要是啥吧，想开好四缸车，第一你的技术，还有呢你的所有的控车能力，再加上你像大飞鹏这样的，他知道怎么玩法，他永远陷不了沙。是，他知道转速怎么能拉得起来，让扭力和马力成到正比的时候，才能出成绩。像个驾驶的艺术。对，这是还有一个驾驶技术要有的。那个像8缸呢，可以说是啥吧？小白都能玩了。是的。对，是的。再有一个呢。真正的跑起来，就是真正的我们的发动机转起来的时候，8缸的转速，和提速跟我们这套4缸，我可以讲不能比的。
哦，你看它的转速，它缓慢，它拉得慢是吧它的线是这样升起来的。啊，我们这台车啊，正常的提速是这样升起来的。哦，截然是2个曲线图。对，尤其是对环塔特别复杂的赛道，需要你的整个转速迅速进行调整变化。我要的是瞬间动力，要有对立刻就得有，没有动力你凭什么去跟人家同台竞技的时候超人家呢？对吧？超车快就因为是什么？动力好，而且它的曲线提升，哗就一下子上去。是的，这才能出啥吧？出成绩。对，这也是在环塔拉力在我们这个原厂4缸机我们的独特优势。在这个时候呢，我还是想跟王老师聊聊，就是您对这个8缸和4缸的看法，来跟我们来聊聊吧，好吧？其实8缸机刚才说了，如果是自然吸气的话，刚才也谈到了，它其实最大优势就是它的这个低速响应是比较好的，因为相当于它没有增压器迟滞，然后它快速的就达到这个什么点，就达到它的外在性。对。但是它后置不足，相当于它本身一个增压机呢，它是自然吸，它没有增压的话，它对这个高原的适应能力是很弱的。对。它没法弥补这个高原的衰减性。对，是的。你像这次我们有在3000米的地方，那时候的这个提速，那是完全2个概念的。是。你看我们这套当时。我们在雪山旁边的时候，那个提速真的就是瞬间超几台车的时候，包括超了那台 T1加的时候，我看到肥鹏跟那个胡云飞他们超 T1加那种感觉。实际 T1加那么多，它有很多可以弥补的地方，反而一个 T1能把 T1加超了，这就是动力总成给你的一个极限的表现，确实的。对，讲到这里的话，还想请2位老师去分享一下。你看，就刚才陶队讲的那个海环境啊，正常就是海拔上1000米的话，就是空气的这个密度会降10%，然后呢，氧含量也会降低。那我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发动机的内部的一些设计啊，能够去克服高海拔可能带来的动力衰减的这样一个问题？确实，包括去年我那个时候在和胡云飞老师拍那个第5代锐58在西藏羊卓雍措，那个时候海拔更高，海拔4600多，一点问题都没有。上山这个爬坎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啊，为什么是会有这样一些这个感受呢？其实就是这个最大的。背后的这个工程就是，我们还是开发了一个高压匹的这个增压器。传统的增压器大概增压压力大概在2个大气压。我们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压器，它的极限增压压力可以达到3个巴。3个巴。对，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给我们的增压器压比大，就相当于我们这整个。发动机调整那个余度比较大，所以它可以完全弥补这个高海拔导致这个空气密度降低导致的衰减，就相当于自适应补偿的增压。对，哇，这么多黑科技的其实。好，那恰好就是我们师傅们正在去装这个发动机台架。我刚才讲了，我准备了5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当时跟陶队我曾经陪伴着赛车队，然后呢。也算是征战了1个星期，我其实有5个问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刚才是第1个问题，第2个问题什么呢？第2个问题就在这种60度到70摄氏度的这种高温的沙漠啊，咱们的发动机要持续高转速行驶，比如说有时候要跑1天的，对吧？它如何去确保这个发动机的长期可靠跟稳定性呢？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发动机在高温就是大功率长时间运行，其实对我们发动机有2个条件，一个就是对散热。一个对排温，对散热，相当于我们提高散热能力。其实我们这个发动机采用了一个国内最先进的就是恒流缸盖技术、恒流水套技术，对吧？传统的这个恒流水套传统的发动机一般采用的是重流水套技术，就相当于冷却液从1缸、2缸、3缸、4缸顺序的流过去。就是像串联电路，像个蛇一样，1、2、3、4缸这样流过去。对，就它的。等一下，我来把这个。就相当于1、2缸可能冷却比较好，但是3、4缸冷却比较差，是吧？但我们这个恒流呢，就相当于我们整个冷却液是从那个缸盖的排气进气侧，然后流向排气侧，这话并联电路，也就是像一个大水坝，就是这个我们的三峡水坝，哇，水全部出去。对，每个支路长度一样。对，那很聪明的啊。对，这样它每个缸的冷却的这个一致性是比较好。对，是的。这样满足我们整个在这个高温来个特写高功率下它的这个散热需求。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来个我想把这个哇给讲捡先锋的时刻，开始来，我们摄像老师见证一下这个电影《飞驰人生》的还原时刻啊！千锋，如果赛车捡前锋不捡的话，说
进镜头，进镜头。啊，哇，剪断了啊。好了，看到这个铅封就意味着我们把这台发动机打开了。如果要是没有它，你再好的成绩也是归零的。是的，是的，对，这就是这台发动机的铅封。对，这就是我们原汁原味的2.0T 原厂鲲鹏动力来跑完的整个环塔赛事。对啊，赶快拆吧。太近了。那行，那其实我们马上啊，是不是咱们的这个发动机就可以把它开了？现在已经开始，马上就是在气门制造盖打开过以后，一点一点的先把配气机构拿出来，然后呢油底揭开过以后，他们3个会很快的把整个发动机分解，每一样东西全部摆到台上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来看看是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啊，非常的精彩。非常精彩。对，这个发动机摆到台上之后，咱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包括我们的量产发动机，这两个发动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的。对，现在目前这个发动机的状态，能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就是我们的原厂发动机跟旁边的这个发动机的话，它的区别是吧？对。马上，实际我们现在是一模一样能看到的，我们可以去把这个镜头拉过来，可以看到的。对，可以跟我来看一眼。对。这我还动不了哈。包括这台发动机，包括我们的标签都在的。对。红色的点火线圈。对，红色的点火线圈，对，这是高功率的。对。行，另外的话，我还想再把之前准备的这些问题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啊。刚才讲了2个问题。另外就是刚才说连续爬那个高速爬这个沙丘的时候呢，咱们的室外温度大概有60-70度。那陶队，您跟我们的赛车手大家的感受跟体验是怎么样？说实话，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边，特别像 N39里边我们今年的比赛、去年的比赛，包括之前的比赛，地表温度能做到将近70度左右。我们的穿的鞋子到地儿以后，鞋底儿很多鞋子只要不是那种真连线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掉的。为啥？靠胶粘的那个基本上就掉了。然后像那么高的高温，我们的这套动力总成持续爬坡，像塔克拉玛干沙漠有很多的这些很高的沙山，是连续工作。对，发动机基本上是5000多转连续的工作。对，在几分钟甚至更多的时候，好几分钟。对，我们这台车的热管理做的是非常非常到位，它的水的流量，包括它散热的功能做得很好。是，而且呢，就是特别的，还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使用空调。对，确实这台车的散热非常的棒。就是很多时候就认为有些人认为知道吧，开着大 V8有的时候动力都跟不上的时候，这个完全可以是在沙漠里边做到柔韧有余的。是的，而且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也体验的这个战车嘛，就连续爬那个高沙丘，确实连续几分钟这种轰鸣，开始确实有点担心。对，这个到底行不行？事实证明，7500公里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这些极限的沙山，极限的沙坡，再加上那些糖土路，再加上很多那种软沙路，还有特别像克里亚河里边，对，克里亚河里边呢，全是那种旅游人跑的那种细沙，对，而且是一口气得跑将近400公里的细沙，对，这个400公里是始终高功率是在运转，对，那作为一台2.0T 的发动机，拉着一台1.8吨以上的车，它始终就是将近7-8个小时的时间，6-7个小时的时间，始终高功率的运转，没有任何损伤，这才是一台好动力总成。确实，对，确实非常棒。那么我想问的这个第3个问题啊，就是我也跟您一起体验过，就是我们在爬这个沙丘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轮子处于这个4线不限的这个过程中，其实4个轮是被整个沙牢牢的裹住的。对，那发动机需要在比较低的转速下，然后呢快速获得比较高的扭矩来去进行脱困。所以我想问问2位专家，就是陶队就从这个体验的感受，然后呢我们王工是从这个我们最后技术这个角度，它怎么能实现这种低速高扭的？就是针对低速高扭，我们其实有2个技术啊。第一个就是多努米勒循环，就是它的2个特点，一个就是说可以提高低速的冲击效率提高进气量；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改善那个抗爆性提高点火角，就整个来提高这个整个低速的这个扭矩。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高效低惯量的增压器，就是我们采用的这个最先进的行业最先进的混流技术，是吧？实现了这个同级最小的涡轮，是吧？低惯量小涡轮。对，对这个整个增压器的这个涡轮的惯量是非常小的。另外一个是我们采用了几个新一代的全浮动的一个轴承设计，相当于整个这个增压器系统的这个摩擦损失也非常小。就这两个技术一叠加，其实我们的增压器响应是非常快的。还有王老师，这个我一直在有一个疑问，为啥就是我们平时这个赛车我开了很多，每个档挂档过以后，它的起压速度非常的快。你可以给我讲讲这个，像这个涡轮为什么起压涡轮渐压是吧？对，为啥起压速度这么快？基本上就是随要随有那种脚一下去的感觉，那个力度咵就起来了。对，就是感觉它的起压是没有延迟的。对，怎么做到的呢？像电车一样。对，其实刚才说了起压，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涡轮的响应要快。对，这是最关键的，就相当于它要转回快道的，它那个推动那个这个进气量才会快速的提升，就是增压压力也会快速的建立。那它这种低惯量的小尺寸涡轮的设计，是不是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呢？对于快速限压。对，就是因为它是先通过废气推涡轮，涡轮再推动再压缩那个压轮，通过压轮来增压那个增压压力，来实现这个快速的减压。OK， 明白了，又学习了一道。学习很多啊！是，在直播间就其实对，边问问题，其实咱们包括我们在内。包括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其实今天也是干货满满。那可以说干货满满啊。好，那第3个问题刚才问过了。对。那第4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听说啊，就是跑环塔17天7500公里，相当于民用量短时间17天跑了150万公里啊。那整个车辆包括发动机的整个可靠性和耐久性，它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有哪些验证呢？对，这个奇瑞那个发动机开发其实有这个非常成熟过来看一下，并且特别这个苛刻的这个可靠耐久开发体系，是吧？就是我们正常的发动机的可靠性开发，这我们有一个600小时的全功率实验，就相当于整个工况就发动机顶着这个最大功率在这个工况在跑。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800小时的交变，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全功率这个实验基础上，没有叠加了0到100小时这种极加速的一个动态工况，就整个听起来很酷，800小时交变，对，强度拉满，特别酷啊，就是感觉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啊。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奇瑞有一个行业最高的就是高温的这个标准。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说，就是陶队也提到说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在现场就是这个环境。地表温度很高，对，是吧？比如说这个，但是其实我们搞这个产品开发，其实我们不看地表温的，我们其实看的是这个环境气温，环境气温。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咱们温度最高的是那个吐鲁番，对，火焰山，对，火焰山就在我们附近了。对，那个地表温度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大概70-80度，对吧？对。但是它地表温度它这个环境气温大概也就42度左右。对，但是我们这个。奇瑞这个做高温耐久实验，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环境，这个气温，我们设定到50度。50度。远标那个远高于这个咱们这个火焰山的这个温度。那全球有50度的这个环境温度的只有中东那边是吧？对，中东很少，即使中东，只有个别地方才有这么高的温度。明白。当然，我们做实验不光是个温度，其实我们还要再叠加，就相当于在中午。我们要增加一个日照强度的，就是夏天中午最强的日照，要把这个加进去，做这个耐久实验。对，就各种叠加 buff 来去做这个耐久。是的，所以说这样一套那个验证体系下来，其实我们对付我们这个环塔这个高温这个沙漠的高温环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真的，就咱奇瑞感觉只打高端局，对这种感觉。是的，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呢，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也是从陶队那边听到了啊。我原来以为这个赛车是完全不用考虑油耗了啊，就是可劲儿就是踩油门。那后来呢，陶队说这里面是有科学的啊。其实赛车也要考虑燃油经济性，能想象到吗？赛车也要考虑燃油经济性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你跑每个赛段的话，要结合这个赛段的特殊性啊，精准的去预测油量，然后呢，大概预一下可能出现的一些旧车呀，包括一些现车的一些需求，不能带太多的油啊。然后呢，它主要是为了去尽可能减少中途的加油的次数。
缩短比赛用时，而且携带适度少的这个油量呢，去降低没必要的配重，这也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啊。所以赛车也是考虑燃油经济性的。那我们这款这个发动机呢，在改善整体的燃油经济性方面，什么独到之处呢？是啊，就是咱们这次环塔拉力赛，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它其实是验证了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发动机产品的这个动力性和可靠性，是吧？但是其实我们的发动机最大的这个亮点，其实还是它的经济性，就为了开发这个发动机，其实我们当初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论证，然后最后优化出了一个1.2的这个钢筋纯正比的这么一个架构，它平衡了整个气道的这个滚流比和流量系数，以整个活塞润滑系就是活塞连杆系统的这个摩擦工，对，是吧？降摩擦的一系列的工程是吧？对，这个平衡以后，我们整个产品的不管动力性和经济性都得到了一个整体的提高，是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采用了第4代的这个AHEC那个直线燃烧系统，对吧？它把这个气道，然后这个燃烧室，然后还有这个活塞，火花塞各种因素放在一起，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优，然后得到我们最优的一个燃烧系统这个方案，是吧？比如我们这个像鱼肚型的进气道，然后还有带4面挤穴的燃烧室，以及这个滚流保持型活塞，还有我们这个带双柜的这个火花塞。双柜就是贵金属是吧？贵金属。对。另外还有这个高能点火系统，是吧？就是这样，通过这些技术，我们使整个点火角能提前大概1.5度，整个燃烧速度能提高20%，然后整个能耗大概能降个5%左右。燃油经济5%。对，燃油经济。哇，这是很棒的。对其实刚才王工讲的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词汇。咱们直播间其实很多的这个网友也都是我们叫做半个专家，甚至1个专家但是可能还有些网友就感觉，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咱们再来解答一下？那我们陶队再来补充一下赛道之上的这个经历来刚才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这样的一个赛道上的说实话，就是我们这款动力总成，在我第1年用到这个环塔当中。当时呢，我也是不是很有自信，为啥吧？我觉得，能在环场上跑比赛的所有的赛车，它的排量最低都没有低于3.5的赛车。最起码的赛车呢，他们那个时候在19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用这个比赛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呢，最差的发动机也是4.0的丰田的 1GR 的发动机。也是很优秀的。我当时第一次用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到底能不能跑完？我19年那一年呢，不光跑完了，而且还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对，在T2组里边，我们还拿下了冠军。当时，对，真的就觉得 2.0T 和那时候的4.0，甚至那个时候5.0、4.5，还有6.2的发动机，同台竞技的时候，我们不差于它。是，包括呢，我们在当年的那个19年的比赛当中，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啊，还有那么就是当时那个烂泥路，都能轻松的出来，而且呢，我们还有涉水。对，那年的涉水也挺深的。是。一直到最后第1年用过以后有信心了，然后接下来的几年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小排量不是不可能战胜这些大 V8。对，我们在不断的在进取，而且呢，真的感谢王老师，王老师的团队一直在努力的把这一套发动机的技术，慢慢的在提升。从19年的第1次比赛一直到今天，这个发动机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不断的在更加做很多的冗余。现在呢，说实话是一台纯量产的发动机，只不过呢，假如这台发动机做一下改制，这台发动机真的可以硬刚那些，甚至那些3.0T、3.5T，完全是可以跟它硬刚的。只不过呢，奇瑞本着是肯定是原汁原味的东西，他不愿意去改装，对吧？王老师，你们一直就是立志于一定要是原汁原味。是，我呢，我也想做了很多，就是提了建议，想做一些改装。说这种原汁原味，才是水平不断的在迭代的一个基础吧，对吧？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就是赛季民用、以赛促研的一个坚持。是的，是的，是的，是的。OK，就是玩到今天来讲，就是今年的这个比赛，
我们所有的赛车装的都是 2.0T 的时候，真的这是非常有自信、非常有自信的比赛。而且你看看金头盔，也是一个一个的接着一个的，揽入怀中，对对吧？是的。这个虽然这次的最后的总冠军没到手，我觉得下边别着急，我们早晚这个冠军还是我的。对，但是我们有6个赛段冠军。对，是这样的。其实讲得非常好啊。那其实我们奇瑞啊这次也来了一位00后的工程师啊，他叫思琪。那前几天在参加咱们的环塔拉力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透露过，我们的2.0T 的这个发动机其实是有3.5升 V6 发动机一样的这个实力的。是这样的，王工。其实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哈，就是客观上讲，我们这个2.0T 啊，的确和一个 V6 3.5升自然吸发动机是有同等实力的。包括赛车圈有句话说得好，就是就是增加10马力不如减1公斤，是吧？就是我们这个2.0发动机其实和这个大排量包括 V8的自然吸发动机大概能省个70公斤，是吧？我刚才也和这个陶队说了，我们如果说我们这样发动机转速一旦起来了，其实我们是可以和 V8那个掰手腕的。对，是的。一旦它的转速起来过以后，它的这个瞬间的扭力和它的推动比，那是非常强大、非常强大的。对。其实这个原厂战 V8也是我们就是征战环塔的一个 slogan。当然，这个战我觉得是打双引号的。就其实咱们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啊，不断学习更好的一个体验，来反哺到咱们的数据研究上面。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啊，我们的原厂战 V8在网上也引起了一些这个热梗，咱们网上非常多的这个网友啊，是这个很幽默，而且他们集思广益啊，这个整出了非常多的活儿。来，我们一起来看个视频啊，大家请看。对，大家看一段小视频。看段小视频。看这是谁的部下？要超了！对，牛逼！又来一辆虎巴！今天奇瑞车队有点猛啊！整个奇瑞军团大杀四方！开声音。上一段视频播完了，然后呢，在前不久我们刚刚得到 SS11赛段的这个冠军的时候呢，我们全国的网友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啊，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群里面就打出这样的一个表情包。来，咱们再放另外一个截屏，好不好？再请我们导播老师放另外一段视频。真是啊，其实看了这2段视频，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啊。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就证明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奇瑞啊，给到大家的现在应该也是一种力量。对，一种不光是在咱们像参加赛事，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给予大家的一些力量。也希望咱们奇瑞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啊，给予大家更多力量。对，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也给大家去透露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在陶鹏飞陶队的队伍里面，一直有一些神秘的大咖。他们身家过亿，甚至有过10亿的，真的是有这样的。然后呢，他们要每年呀提前1年向陶队去申请，哎，我能不能开虎巴战车来去跑一下环塔呀？然后陶队呢就会从体能、意志力以及体育精神等等维度来去判断哪些人可以入围。然后这些大老板们呢就会像我们的所有的赛车手一样，参加陶队的高强度的集训。真可谓什么呢？叫身家过亿。开虎巴，是吧？身家过亿开虎巴。后续在征得这些大佬们的同意的前提下啊，我们也会给大家拍一些这个 vlog， 采访的 vlog， 跟大佬们分享一下，就是开虎巴战车备战环塔，然后呢参赛的体验和经历。陶队，是的。那个今年啊，对，有几个大哥级别的一直在找我说想用虎巴参加比赛。我说2026年你们肯定跑不了了。想跑呢，从今天开始把你的身体素质恢复到最佳状态，然后呢训练是必须要做到的。然后呢，2027年，他们有可能参与到
环塔拉力赛当中来，而且这些大咖呢，他们不光车开得好，而且实力好。是。还有一个呢，年龄都是很大的。就是不是说他们的很年轻，年龄基本上也都是在60以上的。哇，那了不起啊！对对，这样的年龄，第一得有台好车，第二呢，自己的身体素质，包括他的驾驶技术，对，一定要是不断的在提升。是。那在这个时候，有台好车，再有好的驾驶技术，还是能用到我们的2.0T 的排量，就这种极限的动力。对，这个能出一个什么成绩呢？我们明年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对对，是。所以说，咱能进这个咱们的奇瑞赛车队啊，它也是需要门槛的，是的，也是得有考察期的。是的，是的，也有考察期，大佬也有考察期，大佬也有考察期。对，所以说呢，也非常期待咱们后续咱们奇瑞啊，在各种赛事上的精彩表现。那么今天也非常的开心啊，咱们的陶队，包括咱王工，包括咱张琪老师做客咱们的直播间。那我们3位老师先稍事休息，好嘞，好不好？好嘞，我们马上还有发布会呢啊！好，先稍事休息。好的，先休息一下。我们这边好的，开始。行 ，OK，好嘞。那其实咱们在环塔赛场之上啊，既有铁骨铮铮，也有侠骨柔情。其实今天来到咱们现场的还有2位重磅的嘉宾啊，也是这2天在网上大热的环塔上阵妇女兵。来，我们掌声有请车手李鹏程以及他的女儿李锦绣来到咱们现场，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奇瑞车队的车手李鹏程。Hello， 大家好，我是车手李锦绣。这会儿我不用看咱直播间啊，我觉得咱们直播间现在应该已经非常热闹了。其实我们都知道，整个的环塔赛场非常的残酷啊。那为什么在如此残酷的赛场之上，咱的鹏程老师，你要带上自己的女儿来到这个赛场呢？是为了啥呢？环塔拉力赛是非常成功的国际越野赛事，我想让她感受这个环塔的魅力，来挑战自我，挑战极限。哎呀，太好了！其实也是在赛场之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啊。那我们的这个锦绣老师啊，其实是咱们这个00后叫最年轻、最优秀的这个冠军车手。那其实，在我们想当中，这个很难把女生跟这个赛车联系在一起。那是什么契机让锦绣老师选择踏上这条赛车路呢？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就看我爸爸在改装厂捣鼓他那个发动机，感觉特别有意思。后来长大了，跟着爸爸去赛场现场看他的比赛，就觉得哇，太刺激了。然后后来就感觉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慢慢就开始接手，然后自己开赛车。哎呀，其实它也是一种叫做传承的精神，一代传承一代啊。其实我一直没敢问一个问题啊，就我在场下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这锦绣老师拿着一个小扳手。带着了啊！我一看这个扳手啊，就想到今年热播的这个电影《飞升生3》里面啊，这个我们季星面试的时候啊，一个扳手突然掉下来了，就特别的滑稽，就是这个画面啊，特别的印象深刻啊。那这个扳手对于我们这个锦绣老师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其实可能很多女生小时候玩的是一些洋娃娃，但是我小时候玩的就是这个扳手，我觉得这个扳子很可爱，有没有？然后后来呢，慢慢的，一开始它是我的一个小玩具，后来呢变成了我的一个帮手，慢慢的带着它上赛场，我就感觉很安心，一种很可靠的感觉，随时准备检修我的赛车。哇塞，这是从小就开始培养起了赛车梦了啊！那其实我们在比赛当中啊，鹏程老师啊，当之无愧是排头兵。那我们的锦绣老师，其实我也经常在直播当中看到锦绣老师的身影啊。那其实也非常辛苦。那锦绣老师在整个车队大营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鹏程老师，他是做后勤工作，然后他的总体工作安排得很细致。像早晨的话，他会通知我们几点发车、时间段啊，然后看赛车的检修情况。然后在比赛期间呢，他会查看这个赛车的卫星定位系统，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赛车在哪个部位，然后有没有停车或者有没有陷刹，然后及时和车队联系，然后我们有相对的应的策略。然后在赛后呢，他会检修赛车安排下去，然后安排修理工检修赛车，然后同时再直播一下赛车，帮助普及一下赛车的一些知识，因为他是车手兼领航员都做过嘛，还有做过车队经理，所以说他把这个赛车的这个知识都普及给大家。哎呀，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感觉我觉得说啊，我是在直播的时候，通过我的了解的一些赛车知识，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这次环塔赛事我们奇瑞赛车，它的赛车参加的这个情况，我们的车做了哪些改装，哪些是原厂的，没有做任何改变的，就是让大家更多的都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参赛的奇瑞车队。哎，太好了！其实咱们锦绣在车队当中啊，真的是一个叫做全能 ACE 的玩家，真是哈，就样样都会，样样都通。那其实，在今天的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特别想问彭程老师啊，这个锦绣老师作为您的千金，未来应该也是要这个独自去站上赛场，那您有什么寄语要跟他说吗？我想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嘛，有坚韧的意志。在以后的赛事里面，提高驾驶技艺，为中国的赛车事业助力。哎呀，太好了！我觉得此处啊，咱们在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应该要把咱们的赞点起来了啊。那其实气氛到这儿了啊，咱们的彭程老师要不要跟我们的锦绣老师抱一个？大家可以截图了啊，珍贵的画面啊。其实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彭程老师和锦绣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听到了很多咱们这个背后的一些经历啊，非常开心。那么请二位稍事休息，好，我们等会儿一起见证一下咱们发动机插完之后的情景啊。那么其实刚才聊的非常多啊，聊了我们的很多的技术，包括咱们彭程老师以及锦绣老师的这个他们父女二人的这个经历。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是瑞虎8 Pro、瑞虎8 Plus 双车的上市发布会。那么这两款车实际上来说，它也会带来更多的配置以及更加优惠的价格。那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的最重要的现场已经开始准备好了，我们现在把镜头直接转到咱们的发布会现场。好，各位媒体老师们、用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奇瑞汽车张琪。今天我将从产品专家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虎8新品的精彩之处。拼搏做赛场的冠军，目的是做用户心中的冠军。以赛促研，赛机民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虎83款明星车型的换新版本和价格政策，它们分别是硬核全能电感体验第5代瑞虎8豪华大5座家庭 SUV， 小蓝灯版瑞虎8，也就是带猎鹰辅助驾驶的瑞虎8，瑞虎8 Pro、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以及瑞虎8中的性价比之王5+2真7座瑞虎8 Pro 非凡冠军。大家知道，在今年的环塔战车，它的原型车就是我左手边的第5代瑞虎8，首款电感体验燃油车。它的硬核实力，在刚才的直播拆解当中啊，大家有目共睹。不过今天我要采访一位本场发布会当中啊最会躺平的赛车手，大家猜猜会是谁呢？来。我打开车门，那么游击老师，请跟我一起来，我们见证一下。哦，胡云飞胡老师，哈哈，来镜头给一下。哎，云飞老师啊，您怎么从主驾到了这个后排啊？啊？哈哈哈！哇！沙滩椅造型的。对，哎，老师，麦您拿一下哈。播的也正好是《飞驰人生3》啊，你可以理解它讲的就是环塔的故事哦。那这个整体感觉非常棒。对，那云飞老师啊，您还真会享受生活。不少我们第5代瑞虎8的用户呢，把这台车呢称之为叫钓鱼神车。这把鱼竿一支，就像云飞老师一样，坐在沙滩椅上看电影。等于自己上钩，非常惬意啊！云飞老师，那您要不再分享一下？您看现在跳个2郎腿啊，来看一下。稳定可靠啊，没有一点毛病。对，然后因为这个后排的这个空间啊，实在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可以用各种姿势啊坐在后排，哪怕翘个2郎腿，也有很充分的这样一个腿部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距离上，我在看前面的这个屏幕啊，去看电影啊，对这个视力也非常的保护，所以说感觉很舒适。对，好的，非常感谢于飞老师。那您继续休息，我把门给您关上啊。好的，谢谢。好嘞，好嘞，摄像老师，我们把门帮于飞老师关上。
那我们介绍硬核全能的冠军座驾，首先却是从它的电感体验开始的。第5代瑞虎8是中国新燃油第1款电感体验全球车，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它的这套电感座舱，它能够让偏爱燃油车热血和激情的朋友们也能够享受到高端电车同级的智能座舱体验。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享第5代瑞虎8的4大产品优势和8大全系标配。首先，它是一台野钓神车，是钓鱼的钓啊。我们的用户们特别喜欢开着第5代瑞虎8去只有4驱 SUV 才能到得了的野钓胜地去秀一把2驱战4驱。那其实就像我们大屏幕的这个视频所展示到了，各种的炮弹坑啊、爬大坡呀、泥泞路啊都不在话下。为什么有2驱战4驱的底气呢？是因为我们这台 1.6T 鲲鹏动力发动机，足足有200马力啊，甚至比奥迪 A6L 的 2.0T 发动机还高了10马力。当然，奥迪 A6L 也是非常优秀的产品。其次，它是咱们普通驾驶员能够在安全的场地内做出花式动作的神器。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徐勇总在第5代瑞虎8发布会上实拍自己零基础学习180度倒飘甩尾的视频。徐勇总呢，并不是职业的赛车手，但是依靠瑞虎8优秀的底盘素质，就可以轻易地做出漂亮的倒飘动作。在这里面贡献最大的就是4个全铝合金的转降节，它们把簧下质量整整降低了16公斤。大家知道，玩赛车的都知道，簧下1公斤，簧上10公斤。在紧急避险的时候呢，相当于载重少了2个成年人，它就更加的敏捷，也更加的安全。从舒适性层面，它使用了和奔驰 E 级、特斯拉 Model Y 同规格的70毫米口径级的大口径液压衬套，行驶的冲击降低44%，沟沟坎坎更加自信，也更加从容。关于安全啊，不得不讲这条片子啊，大家看，在时速125公里每小时，时速125保命靠瑞虎，这是我们车主的亲身经历。时速125为什么能够扛得过这种极限的撞击呢？第一个功臣其实就是我们发动机舱的这个 shotgun 的卸力机构，小角度极限碰撞的时候，它能够精巧的、巧妙的把车平推出去，避免更大的冲击。第二个呢，就是整车80%的高强度钢铝占比，很多50-60万的旗舰 SUV 高强度钢占比啊，也才76%，以及全车8安全气囊。第5代瑞虎810万级安全天花板。第5代瑞虎8多项实力已经足够亮眼了，但是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8大同级唯一全系标配。全系标配鲲鹏动力 1.6T 发动机，价值6000元；全系标配170度可以平躺的电感沙滩椅，价值2000元；全系标配液压隔震系统，就是我们70毫米的大口径衬套啊，价值3000元；全系标配抗菌消毒一体式健康生态座舱，价值3000元；全系标配车盔级高通骁龙8155芯片，价值3000元；全系标配同级最长的2825毫米轴距的5座大空间，价值5000元；全系标配盘式车身同级唯一80%高强度钢铝占比，同级唯一 shotgun 结构，价值5000元；全系标配15.6寸2.5K 高清电影屏，专门看电影用的，价值5000元。这8大全系标配加在一起，总价超过了32000元。第5代瑞虎8把真正越级体验做到了用户每天都可以享受到的标配。当然，我们不仅有硬核全能的第5代瑞虎8，这次也带来一款更加聪明也更加智能的瑞虎8 Plus。前段时间，我参与了奇瑞小蓝灯点亮中国行动，和团队驾驶全新一代瑞虎9，从芜湖出发，3天时间横跨3600公里到达环塔战场，使用猎鹰500辅助驾驶，实测2283公里，仅安全接管了1次，也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其中最大的呼声就是这么好的辅助驾驶系统，虎8的小蓝灯版到底什么时候上呢？哎，这不，它来了吗？看小蓝灯在这里。虎8 Plus 不仅有瑞虎8系硬核全能的优势，更有自己独特的情绪价值。奇瑞燃油猎
奇瑞燃油猎鹰500让喜爱燃油车的用户们一样能够享受到全国都能开、全家都好开、安全放心开，媲美顶级电车的辅助驾驶体验。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奇瑞燃油版猎鹰辅助驾驶的发展历程。去年推出的瑞虎9X 首发了燃油时空联合规划大模型，打造了一个未来200毫秒的平行宇宙。这个平行宇宙为什么重要啊？因为 AI 预测通过 AI 的预测学习，把最准确的档位和发动机的转速匹配给现在的你，这就基本抹平了燃油辅助驾驶延迟200毫秒的行业痛点，它就打造出电车同级平顺的辅助驾驶体验。在今年4月22号推出的全新一代瑞虎9，首发了燃油端到端大模型，它的系统响应速度压缩到只有0.15秒。那这是什么概念呢？比人快10倍，也比大部分电车辅助驾驶的端到端模型快了1倍以上。时速2283公里，仅安全接管1次。虎8 Plus 将是奇瑞燃油车里面第一个实现物理 AI 上车的辅助驾驶系统。那物理 AI 是什么呢？先讲物理 AI 最大的优势，就是像我们真人一样，可以看得懂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那怎么理解呢？我们看一段演示视频这是一个大朋友踢着足球，足球先飞出来，然后他自己再出来。大家都经历过这个场景，路边一旦飞出一个皮球，那么很可能就会跑出一个孩子。以往的端到端模型很可能只是看到皮球，那么刹了一下车，皮球飞过去以后呢，马上就起步。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可能会撞到孩子。但是经过训练的物理 AI 系统，就会分析出皮球后面马上出现小孩的概率非常大，就会让车子停留的时间会更长，观察以后再通行。也就是说，普通的端到端模型最多只能预测未来1到3秒可能发生的事情，而物理 AI 则擅长预测5到10秒更长时序的事情。它也是 L3 有条件自动驾驶的重要能力之一。除了物理 AI 以外，瑞虎8 Plus 猎鹰500的硬件系统也非常顶，包含了 HDR 高动态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在内的22个高感知传感器，在恶劣天气以及超越各种异形大货车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非常强大的安全可靠性。优秀的软硬件协同带来的是300多种泊车场景轻松应对，高速 NOA 让1000公里以上的长途自驾秒变私家高铁体验。我们的 AEB 紧急制动可以做到130公里时速下稳稳刹停，城市高风险的鬼探头60公里每小时也能及时刹住。物理 AI 将会通过 OTA 的方式进行升级。瑞虎8 Plus 小蓝灯的真实实力到底怎么样呢？在明天，我们将邀请奇瑞赛车队的金牌车手胡云飞老师和我一起，咱们老规矩，从阿克苏小蓝灯直接前往乌鲁木齐测一下。这套辅助驾驶系统到底靠不靠谱咱们一刀不剪10个小时直播长测见证。大家知道，优秀辅助驾驶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千里自驾的诗和远方，从老司机也头大的不敢想，到普通驾驶员的说走就走。除了超强的辅助驾驶能力，瑞虎8 Plus 的核心优势还在于它是首款采用8255芯片的瑞虎8，这个是同级最强的座舱芯片。比如把它和主流且非常优秀的8155座舱比，它的算力提升了119%。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 iPhone 14手机一下子你升级2代到 iPhone 17，这就相当于从815到825的提升。它也是同级唯一配备的9安全气囊，相比同级 SUV 多出3个，尤其是膝部的安全气囊和后排的安全气囊更加全面的守护。同样，今天我们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也带来了我们最大的诚意，8大全系标配。全系标配 1.6T TGDI 发动机，价值6000元；全系标配15.6寸 2.5K 高清屏，价值5000元；全系标配同级独有的5+2座灵活布局，价值6000元；全系标配天幕级超大全景天窗，价值4000元；全系标配 Sony 豪华8扬声器，价值3000元；全系标配智能防夹记忆电动尾门，价值2000元；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55芯片，价值5000元；全系标配 Shotgun 安全车身结构，价值2000元，总计价值33000元的越级豪华配置，
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全系标配一步到位。还有瑞虎8 Pro 非凡冠军，它是性价比最高的虎8，5+2真七座，务实的为中国大家庭解决出行空间、舒适和安全痛点的全能型选手。瑞虎8 Pro 是性价比最高的虎8，我们非常用心的给大家设计的8大越级产品配置，仍然是全系标配鲲鹏动力 1.6 TGDI 发动机，价值6000元；全系标配5+2座灵活布局，价值6000元；全系标配车规级高通骁龙8155芯片，价值3000元；全系标配索尼豪华8扬声器，价值3000元；全系标配天幕级超大全景天窗，价值4000元；全系标配前排双侧静音玻璃，价值3000元；全系标配智能防夹记忆电动尾门，价值2000元；全系标配刷的杠车身结构设计，价值2000元。瑞虎8 Pro 把总价值29000元的越级配置做成了标配，用实打实的产品诚意，让普通家庭轻松拥有高品质出行的体验，这正是你的高价值之选。好了，讲了这么多，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瑞虎8家族的价格是不是也这么顶呢？下面有请我们奇瑞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刘小平先生为我们揭晓。好，现场的媒体老师、直播间的粉丝们，大家晚上好。刚刚我的同事詹奇将我们瑞虎8产品力已经做了详细的这种解读。那么这3台车应该说代表了我们中国大家庭的不同的用车需求。那么奇瑞坚持以赛级的品质硬核实力，把真正的高价值、高品质的好车给到了每一位普通的用户，让大家花更少的钱，开更好的车。那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这非凡冠军系列车型的上市价格和权益。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瑞虎8 Pro 非凡冠军系列冠军版，指导价12.99万元。同时呢，还结合本次环塔赛事，我们获得了6个赛段的冠军。我们也特别给出了一个额外的3000元专属的环塔赛事购车基金，那么叠加原有的25000元现金红包，那么我们共计28000元购车补贴，诚意一步到位。那么，所以我们瑞虎8 Pro 非凡冠军豪华版上市限时价10.19万元。那么，另外我们也还有主打我们家庭智能出行，自带超高辨识度的小蓝灯版这个领航 SUV 瑞虎8 Plus。那么瑞虎8 Plus 这一次我们也带来了这个2个版本。那么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猎鹰500版，官方指导价14.49万元。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豪华版上市价格12.99万元。那么同时我们也给出了额外的3000元环塔专属购车基金，叠加原有的2万元现金红包，共计23000元购车补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系列上市限时价格，猎鹰500版12.19万元，豪华版10.69万元。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到了至高1万元的冠军置换补贴，同时还有7万24期的零息贷款等6大这个冠军权益，直接拉满我们这个权益度。同时大家也知道，在昨天刚刚结束的环塔拉力赛中，我们的第5代瑞虎8拿下了6个赛段的冠军。那么今天我们也借着环塔冠军的热度，我们也为我们的第5代瑞虎8追加一波环塔专属权益。第5代瑞虎8购车即享7000元现金红包和3000元环塔专属购车基金，最高1万元购车补贴。那么在这1万元购车补贴之下，我们第5代瑞虎8环塔冠军专属价格9.29万元起，同时还有至高12000元的这个置换补贴和
7万元24期宁西的冠军金融礼等6大这个冠军权益。那么奇瑞坚持以赛事级品质回馈每一位信任奇瑞的用户，这是奇瑞的底气，更是我们始终不变的诚意。谢谢大家。好嘞，好嘞，好嘞！刚才咱们这个应该是看到了我们整个双车发布会的这个现场了啊，成绩这个整个的一个价格非常振奋，应该非常振奋啊。对，这个大家如果说有感兴趣的，可以开始这个下定了啊。对。那么其实，在刚才整个发布会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2.0T 原汁原味的咱们鲲鹏动力发动机已经全部拆解完成了。咱们大家想不想看？啊，是我觉得大家应该特别想看啊。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给大家看一下。好，我手里边拿的是我们152的这套活塞，看看燃烧的情况，非常的均匀，而且呢，尤其老师可以过来离近一点啊，给个特写啊，可以离近看。我们包括我们的钢体和我们活塞这个涂层没有任何的摩擦痕迹，这个东西啊，得让王老师来讲，王老师来详细讲讲给大家。对。首先我们这个我在设计的时候，它有一个裙布，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完全圆的，它是椭圆的，对吧？然后还加了一个涂层，这个涂层的话，它本身就有一个减膜的作用。对。再结合我们这个，还有这个活塞环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弹力，包括活塞环上也有这个进行了这个有类金刚石的这个涂层，就是整个。类金刚石，像钻石一样的，对吧？是，它的摩擦系数很小，然后就是另外它的这个抗摩擦能力也很强。凸轮轴。那这个陶队这手里拿的，这又是我们一个什么内部的构件啊？这是我们的一套凸轮轴，这套凸轮轴呢，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要是改装的配器机构，凸轮轴绝对是要换成那种锻造件的。来，就那种高凸，对吧？我们这是原汁原味的，而且呢，看到凸轮轴里边，最顶端没有磨损。对，这个还得让王老师跟大家再来讲讲，这个为什么没有磨损？对。今天是我们的奇瑞物理课啊，物理课啊，大家学着了啊。对，是的。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气门就是非常精密件，它是一个是这个属于精密加工件，特别上面每个土轮啊，它这个。都是按这个每个循环每度，它来设计它的生成的。另外就是这个都是经过那个物理抛光的。还有刚才说为什么没有磨损，其实还是说我们这个土轮轴和轴瓦的设计，以及我们整个润滑系统它的这个没有任何的磨损。哇。对它整个润滑系统它这个过滤效率和相关的。哇，这个是不是就是双面那个轴承？这叫不是，这个叫瓦。每一台车呢，如果出现问题呢，就是一旦有问题的话，说它会拉瓦。拉瓦就是这个。你的车出现高温，出现润滑系统有问题这个地方就会拉成台儿。可以看到这个瓦片儿，我们来个特写吧。这个瓦片儿基本上可以能做到零磨损了吧？来，7500公里环塔赛道零磨损，小瓦基本上做到零磨损。的事儿啊，我觉得。要再次给大家讲讲，就这一套发动机是我们环塔战车上拆下来的，已经这个造了7500公里了，各种极限赛道，多漂亮，像新的一样。像新的一样。这是刚拆出来的。对，锃光瓦亮。锃明瓦亮的这个瓦就是这个瓦。哎，就这个瓦哈。对。瓦亮的瓦就是这个瓦，对，这个可以来个特写，这个可以来个特写，来个特写，我来给您送过来，来个特写。对，这个可以吗？看一下，一刀不剪，看一下这个瓦。离近了拍不清啊。这样可以吗？能看到吗？已经给了是吧？好了，行，请陶队继续。好，待会儿我们还会把所有战车的这个曲轴呢太大，我有点不好拿。对，我俩拿一下，拿一下曲轴。对，我们一块儿把曲轴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好嘞。对，来，咱们抬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曲轴啊。哇，基本上也是做到零磨损，而且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有涂层啊？它本身不涂层，它是没有涂层，是精密加工出来的。对，你摸着这
就这种感觉就是很丝滑的那种感觉，对吧？精密加工对光的，非常的漂亮。我们这个我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曲轴它属于锻钢的，所以它的刚性锻钢了哈。锻钢的。然后另外就是你看它这个用的是个8平块，就是整个就是我们平衡性比较好。所以它对我们就刚才说的为什么不出现那种拉瓦也有很大的帮助。它就是等于是锻造的是吧？对对。锻造的。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这台车原汁原味的，就是锻造的曲轴，本来就是锻造曲轴啊，那就是赛级的啊。对，锻钢对。就是赛级的东西啊，就是赛级的东西。放回来。虽然咱锻造的曲轴叫民用去买，但是买的就是赛车动力。那陶队，我这个再问一下，如果就是咱们要改装个赛车，要买个锻造曲轴得多少钱呀？估计你要单开发一款锻造曲轴，估计得10几个 W 吧。10几个 W， 哇，全都在我们发动机里面啊，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一套发动机要全使用锻造件的话，说这台发动机基本上得在20个 W 左右。哇，20个 W， 全部使用锻造件。开发出来这个开发费用会更贵的。不过呢，目前为止我也听说了，我们这套动力总成很多的部件都是锻造件，就等于你买了这台发动机，对，你就不需要再去想着去改锻造的发动机的这些配件。是，已经足够你用了。对，直接下赛道就行了。对啊，为什么我们敢压榨它那么大的动力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把动力调得更大。对，我知道这套总成它的冗余是很大的，这套发动机的冗余，对，我也咨询过各位老师，包括王老师我也咨询过，这个发动机的冗余可以做到多少？就是之前有的这个好像媒体，我记得前2年的时候，它这好像能做到这里400多牛米。对，是的，对，实际对，就这台发动机，我们前段时间上马力机，不止就这一台我们已经。当时稍微动了一下，我们的 ECU 数据，500多，哇，500多，真的，然后是300多匹，500多斤，是，所以之前那个胡云飞老师就跟我分享了一个信息，也希望把这个信息我们传递给更多的我们奇瑞车主们。就假如大家想玩赛车的话，完全不需要改奇瑞的发动机，因为你任何这个改动都是往下改。对，都是往下改，这是他说的原话。如果你想玩赛车的话，其实你就保持发动机原厂状态就可以了。对，它就是个赛级的东西。是的。哎，所以说原汁原味的，咱奇瑞原汁原味的就是最好的。对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越野梦，对吧？有赛车梦，想去驰骋赛场的，对吧？就来去体验一下咱们的奇瑞的2.0T。对啊，就有一番别的体验。我可以多说一句吗？可以啊。前几天 CTCC 的冠军，你知道用的啥吗？用的啥？就是这套动力总成，一模一样的动力总成。当时全场比赛，我们当时跟国际的一线的 RS 系列的奥迪，对，本田，大众，同台竞技的全是这些合资和进口，对，唯独我们拿下了全场冠军，就是3天前，我们拿下了 CTCC 宁波站的中国杯的全场冠军，对，也是这款发动机总成是装在我们的。艾瑞泽8上，是的，非常棒。所以咱的艾瑞泽8，咱的瑞虎其实都有非常大的潜力，也请大家相信啊，我们的奇瑞也会一直叫步履不停啊，持续给大家创造奇迹。那今天其实我们这场硬核直播啊，其实非常硬核啊，对，而且咱们是全程一刀不剪，给大家去看一下咱们的2.0T啊，大家非常质疑的，说咱用的是不是原厂的，是吧？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去揭晓了，把所有的这个配件给大家拆除了，大家应该看得非常过瘾吧？但是还有就是待会儿我们还要让我们的这个维修老师们把现场的几台车全部打开，对，全部打开，见证一下。然后呢，对，然后现场还有哪些零件，我们陶队跟我们王工展示的基本上差不多了，配给机构让人看到了原汁原味，对，涡轮原汁原味，所有的东西都是原汁原味。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一台原汁原味的发动机，而且剩余的这几台全部打开，给大家一块来看，而且这几台。全是标签，没有任何剪过的，是的，就是原汁原味的一台鲲鹏动力。好，来吧，我们维修老师，维修老师把剩余的几个机盖给我们打开，机盖打开，咱们看一下。咱们直接看一下啊。对，就回应我们刚刚开始直播提出的3个问题，对吧？ 3个问题，哎，到底是不是咱所有车用的都是我们的这个2.0T？对，啊，原汁原味的发动机，原厂鲲鹏动力，然后看它的前锋，对，是的。只有直播一镜到底，让他们看到了，是的，他才能真正的相信我们。是的，对。那我们来，同步大家看一下，哎，对，这台陶队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这台前锋在这儿了，看到没有？
黄色前锋啊，黄色的前锋，原汁原味啊！哎呀，没改过的。对啊，2.0T，来再来看我们的下一台。下一台啊。对，来。哦，对，可以，来，老师来看一下，尤其老师来看一下啊，继续的看一下我们2.0T 的原点，我们的前锋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动，对吧？好嘞，所以说咱们不光是拆一台，咱们把所有的都给大家去展示，对，好不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奇瑞汽车啊做的硬核直播啊。真的是非常。我说实话，别的人还有质疑的话，说我们完全都给他拆完都没问题。完全拆完都没问题。我敢直接跟他硬刚，再有怀疑的。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啊，咱们在直播画面当中呢，尽可能给大家多展示一些咱们这些细节。当然大家应该都能看到了，咱们今天全程是啊，我们的直播是包含了咱们的拆解直播和我们的商业发布会。啊，是吧？咱们发布会结束之后，咱们还继续给大家直播，对，是吧？所以说这种啊直观的呈现，我相信各位啊，真的是啊且看且珍惜啊。对，好的。那这样，我们今天这个硬核的这个直播环节，那到这里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对，好了，后续感谢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继续来跟咱们说，跟陶队说，跟张旭老师说，跟咱们王工说，好不好？好的，咱们这个下次直播再见，再见，谢谢。好。OK。